在华夏大地的丰富传统文化中，三山五岳这个词汇经常被用来形容中国的名山大川。所谓的三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，一种是指道教神话中的蓬莱，又称澎湖，方丈山又称方湖和瀛洲又称瀛湖这三座仙山；另一种则是指自然界中的黄山、庐山和雁荡山。而五岳则专指中国5座著名的名山：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和衡山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自然界的山川河岳和日月星辰都被富有神话色彩的描绘。从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，到那些鲜为人知的小山，每一座山都孕育着无数的神话传说。正如《礼记·纪法》中所记：山林川谷丘陵，能出云，为风雨，见怪物，皆曰神。这表明在古代人们心中，山的高低并不是决定其名望的关键，而是其是否有仙住所的神秘故事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些三山五岳的山神。在书中，天庭的神仙被分为8大神部，其中包括上4部雷、火、温、斗，以及下4部群星列宿、三山五岳、不与星云、善恶之神。在这8大神部中，三山五岳的山神各有其代表：三山正神丙灵公、黄天化；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、黄飞虎；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、重黑虎；中岳嵩山中天崇圣大帝、文聘；北岳衡山安天玄圣大帝、崔英；西岳华山金天愿圣大帝、蒋雄。《封神演义》通过借鉴和融合上古神话、道教神话等元素，构建了一个包含阐教和截教2大神仙体系的复杂世界。其中，红军老祖被设定为至高无上的神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无论是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这样的大神，还是北斗七星君等星官，都在道教神仙体系中有其原型。但经过艺术加工，这些人物与道教典籍中记载的神仙已有很大差异。现在我们不禁好奇，在道教神话中，那些五岳山神究竟是谁呢？东岳大帝。在道教中，东岳大帝被尊崇为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，同时也被称作泰山府君或东岳帝君。他是由泰山神格化而成的一位重要的自然神祇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提到，泰山者，乃群山之祖，五岳之宗，天地之孙，神灵之父。这一描述彰显了泰山在众山中的至高地位。云集7000中的记载进一步表明，东岳大帝领导着5900名神祇，主管人的生死和百鬼，被视为冥界的最高统帅。在民间信仰中，泰山不仅是众山之首，还被认为是人死后灵魂归宿的地方。而东岳大帝则作为冥界的最高主宰，其地位极为崇高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其他神祇。东岳大帝本来只是在代泰山受祭扫，由于厉帝王推崇封禅，全国各地礼敬东岳大帝亦蔚然成风。旧历3月28日是东岳大帝的神诞，庙观中祭把、祝祷的活动十分隆重，其香火之旺盛，祭遍于全国各地。丙灵公传说是东岳大帝的第3子，唐以前传为恶人形象，其从华丽，灿若封王，辱人未敬，过于天齐。后唐长兴中，明宗皇帝不遇，泰山僧进药、小康应曾之请，封泰山郎为威雄将军。宋大中祥符7年，诏封为丙灵公。后来吴地有以丙灵公为火神之祖者。现今四川大族书城岩有宋代的道教造像数刊，其中就供奉有东岳大帝、淑明皇后和丙灵太子的神像，镌刻十分精美。南岳大帝，南岳大帝亦称南岳圣帝，全名为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，在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唐代时，他被封为司天王，到了宋代，又被加封为南岳日司天昭圣帝。南岳大帝的形象描绘为穿着珠光之袍，戴着九丹日精之冠，佩戴夜光天真之印，骑乘赤龙，领导着77000名神仙。在其神话体系中，霍山是他的储君，青城山是他的丈人，庐山则是他的使者。
南岳大帝所穿的袍服和所乘之龙均为赤色，这与他所代表的南方相应，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南方的象征色彩便是赤色。西岳大帝，西岳大帝在道教中被高度尊崇，有多个称号，如掌管寿算的西岳惊天大力顺圣上帝和太无虚极司范真君。他领导着4100名仙官和王女，具有星云吐雨的神力。西岳大帝的职责包括主管五金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及其陶铸、坑冶工艺，同时也涉及羽毛飞禽等自然领域。在神话中，西岳大帝又被称为少昊或白帝，是远古东夷部落的领袖，也是轩辕皇帝的子嗣。这一身份使其在中国神话史中占有重要地位。西岳大帝的形象是称华山神眼白袍，戴太初九流之冠，佩开天通针之印，乘白龙，领仙官王女4100人。宋大中祥符中追尊为今天顺圣帝，配享肃明皇后。中国民间流传有华山神之子华山三郎的故事。中岳大帝，中岳大帝也称为中岳帝、中岳神、嵩山帝或嵩山神，是5岳中历史最悠久的神祇。他的形象被描绘为头戴黄龙衣冠，身穿黄锦飞裙，披黄纹裘，佩戴黄神中黄之章。中岳大帝通常会在4季的土日乘坐黄霞飞轮，奏报真仙名录，上言于地。中岳大帝的形象，云阶7000载，中岳嵩高君，领他官玉女3万人。中岳君服黄素之宝，戴黄玉太乙之冠，配神宗阳和之印，乘黄龙，从群官。中岳无土之主，太上常用3天真人有德望者以居之。无上密钥云，中岳嵩山君，姓角惠普生，头戴黄龙玉冠，衣黄锦飞裙，背黄纹裘，戴黄神中黄之章，常以4季月干之具土日，乘黄霞飞轮衣，奏真他名录，上言于地。武则天垂拱4年，雍州永安人唐同泰伪造瑞士于洛水，献之，其文曰：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武则天于是加封洛水之神，又以嵩山与洛水接近，因改嵩山为神岳，授天中王，并未登庙。唐玄宗时改封中岳神为中天王，宋真宗时封为中天崇圣帝，元时加封为中天大宁崇圣帝。北岳大帝，北岳大帝全称北岳安天大真元圣帝太曼虚广思路真君无上最圣天尊，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占据重要地位。根据云集7000的记载，北岳大帝掌管着7000名仙人和玉女，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江河湖海以及多足走兽等自然界的元素。在3山5岳的山神体系中，东岳大帝被视为首领，不仅在自然界中拥有崇高地位，而且在神话中的冥界也是主宰者。除了3山5岳，其他山岳也有各自的山神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的记载。《山海经》一部上古时期的奇书，记载了441座山，按照南、西、北、东、中5个方位进行分类，共分为25个山系。这本书中描述了众多山神的存在，且这些山神的形象多种多样。清代学者汪福在其注解的《山经》中总结了不同方位山神的形象特点：南山神多像鸟，西山神像羊牛，北山神像蛇豕，东山神多像龙，中山则或杂曲，亦各以其类也。那么昆仑山是否有山神的存在？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。昆仑不仅被视为天地的宫殿，同时也是道教传说中女神西王母的居所。此外，昆仑山还是众多神秘异兽的家园，包括拥有9个头的古老神兽开明兽，以及马身人首、满身虎斑、长着双翼的神异生物鹰昭等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